他要去跟川普见面，可以突破很多过去啊，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啊，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台湾所受到所有不公平的对待，现在这一年刚好可以翻转。你就算伸出脸去，有人真的给你一巴掌，那又如何？我们看到阿根廷总统米雷，他现在变成各国竞相邀请的那种香饽饽，对不对？那很香啊，大家都邀请他啊，各国都邀请他啊。他一开始是这样吗？一开始不是对不对？他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子甚至他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还有点尴尬。可是他努力去突破啊，他是为了个人去突破吗？米雷看起来是一种感情外放的人哦，所以他不太害羞。不害羞的人有个好处，就算你要打他一巴掌，你要给他没脸，他也觉得没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每一个人哦都点滴在心头。可是因为他今天非常的清楚认知到，他要救这个国家，他要救阿根廷，他就必须要带头往外冲。不到一年，他冲出了一片天。所以外交关系是靠什么？你行礼如仪，你等着人家来邀请你吗？当然不是嘛。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件事情哈，来看这个有2艘美国的军舰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啊，那突然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个是在川普就任之后的第一次，就是有2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这个是法国广播公司哈，法广大概类似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或是快要被关掉的这个美国之音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地位，或是 BBC 哈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国家广播电台。好，他就说有2艘美国军舰呢穿越台湾海峡，这是川普就任以来第一次。然后呢，中国呢就谴责了，他说你把这个安全啊提升了那个安全的风险。然后国防部表示呢，在美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在48小时内发现有中国的出动了62架军机，有17艘的舰船在台湾周边活动。那我们的手机也没有发这个航空警报，不是吗？哈，那有一些细节，我们就把它读一下好了。好，我们把这些细节稍微读一下，把字放大。好，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自助人助，对不对？天只会帮助要自助的人。可是呢，有一些事情他就是默默在做，像川普最近出手对付南非，把南非在他们的援助的名单上面把它踢掉了，踢掉了之后还说我什么时候恢复它那个你等通知，好，这分明就是为了台湾出手教训南非嘛，哈，好，所以这2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呢，还有这个盟国的舰船加入同行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台湾海峡中线是公海，这个就要定性了。所以呢，台湾海峡中线是公海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请赶快举办。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而且要突破过去的外交限制。如果今天学这种政治学的这些博士、这些教授，你的脑袋没有想象力，你也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局面，那只会用旧的这种惯例没有办法啦，中共会抗议啦，拿这种老生常谈你就不要发言了。我是觉得说，你就乖乖闭嘴，观察川普的做法就好了。但是想要去突破这件事情的人，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不管是民众要去创造整个环境，还是去呼吁赖清德，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鼓励，而不是要泼他冷水。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美国的军机军舰呢、他说大约每个月都会通过一次台湾海峡啊。事实上这是法广嘛，法国广播公司。那法广呢，法国才在上个礼拜在菲律宾，或者跟菲律宾跟美国一起军事演习啊。请问你法国军舰跑来这里要干什么呢？非常重要嘛。好，就是保护台海的安全。所以台海的安全跟和平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责任，其实不是台湾的责任而已哦，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责任。好，所以呢，这一次美国通过的是驱逐舰，好，有2艘驱逐舰，分别由北而南穿越台湾海峡。那通常是这样子哈，就是它穿越呢，我们通常也不会说，新闻通常是在它穿越之后才会谈哈。而且就在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那川普正在跟日本首相石破茂啊发表什么呢？台海非常的重要，要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跟稳定，然后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不就是这样子吗？大家都谈到了台湾要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嘛，要支持啊。那日本呢，它无缘绝无可能加入现在的联合国的安理会，对他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不也是刚刚好吗？所以其实这个新的联合国哦，基本的成员已经有了，德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通过台湾海峡军舰通过的这些国家，通通会加入。那台湾是当然的成员国啊，那韩国当然也不会落后啊，菲律宾也会加入啊，为了南海安全的国家，通通会加进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本来就已经准备好，传那些好，就准备好在那边等着。好，那所以呢，国台办当然会发言嘛。国台办怎么说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在记者会被问到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说啊，就是今天他讲的哈，他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该要谨慎行事，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说，我们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跟能力，维护国家主权跟领土的完整。很好笑哈，他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啊。而且呢，中国对于整个全世界的野心，台湾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跳板而已。况且啊，我们呢也不谈台独，我们就是著名自觉。著名自觉本来就是中共签过的人权两公约非常关键的哈，这个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呐、联合国的人权两公约支持著名自觉啊，而且中共自己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啊，而且建国还要建在耶路撒冷，那也是要把以色列灭掉才有办法建到耶路撒冷嘛哈。然后他们又要重申什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这个是中共的说法吗？其实不是，有很多人抱持着跟中共一模一样的想法。好，这个是非常糟糕的，非常悲惨的哈。那所以我其实也综合了过去以来我一直鼓励，就是说赖清德应该要亲自去跟川普谈判，而且川普其实一再的说什么台积电，台积电，他是要跟台积电的董事长还是创办人张忠谋见面吗？不是。台湾要跟美国谈的事情太多了，而川普呢又不要跟代理人谈，你也不要跟我的代理人谈，所以当然是他们两个要见面谈嘛。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赖清德飞一趟华府，我们当然也欢迎川普来台湾。那最好的情况就是赖清德去一趟华府，他顺便还可以见很多人嘛，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宣示。那这种东西啊，突破外交的过去的封锁跟限制，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实力，凭的不是法律啊。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我特别知道政治跟法律要呃怎么去协调。法律通常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为政治服务，政治很少为法律服务。法律是最高的、最低的道德标准。
那它是会保障人类的生命、自由、安全、财产、私有财产。可是政治有政治的方法，而政治的谈判通常是什么？凭的是实力啊。那你可以说我要遵循外交惯例，我也可以突破啊。所以过去以来，你说我要去攻打巴拿马，还是我不惜可能要出兵这个格陵兰哦？我跟你说要买下来哦。哎，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天川普还讲，那不然我们想办法啊，把加萨走廊买下来。大家有听到吧？他甚至说，那不然我们应该也可以把加拿大买下来，加拿大合并起来可能会比较好管理。反正他们也管的不怎么样，他是认真的，他跟媒体讲他是认真的，可以合并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合并？他甚至还要去买加萨走廊，然后让加萨走廊由未必是以色列来管理，其他人也可以管，让中东其他国家来管啊。我们想办法筹钱把加萨买下来，反正也没有多少人嘛，要安置也不是太难，然后就永久可以中东和平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好，然后我们就看啊，那个大家那边讲说，哎，美国不会让这个川普的，美国不会让赖清德去拜访的啦。他上次过境都只能去夏威夷啊，然后这个那个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没有理由，理由是过去都这样啊。那我说过了，现在的局势是很有可能，川普在卢比欧担任国务卿的这个任内呢，他会跟台湾互派大使。那你说互派大使就建交，那还得了？互派大使不见得要建交啊，互派大使就是恢复常识。我再说一次，台湾跟美国互派大使未必要建交，互派大使就是恢复常识，因为你派的本来就是大使等级的人，而且现在华府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很多人愿意，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在争取要来担任驻台湾的第一任大使。你如果天线够高，你就会知道华府现在在谈什么。好，既然要来台湾当第一任大使，所以一定要建交哦，那可未必，尝试就好了。哎，我要叫他什么，我就叫他什么，他都可以把墨西哥湾直接叫美洲湾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可以互派大使？就直接称这个人为大使啊？以前叫代表，以前叫处长，那现在直接叫他 ambassador，就是直接叫他大使，为什么不可以？这个就是因为你有实力，所以人家拿你无可奈何。而且我就一点一点改，一点一点改。你怎么样？你要打仗吗？就是看准你不敢打，不会打，所以当然是步步紧逼嘛。那怎么可以让呢？那台湾当然要强悍起来啊！你如果学不了米雷，你先跟米雷做朋友，邀请他来，或者我们派人去阿根廷，或者赖清德去阿根廷，这也是不错的一个做法嘛。谁跟川普走得近，所有的周边的朋友都来交朋友啊。意大利也是啊，不是吗？他现在还有匈牙利啊，他已经组成一个团了啊，为什么不可以？而且不难嘛。所以我们来看哈，有人找出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什么时间啊？这个影片是在2020年的2月，就在赖清德当时是副总统的当选人，他怎么样呢？他在离开祈祷早餐会，他那个演说全文我们有分享给大家嘛，哈，所以我就不再说了。他当时承诺台湾 can help，台湾可以做什么？台湾可以帮很多忙啊。台湾要成立空中教会，用中央广播电台去广播，最后没有兑现，因为他毕竟是副总统，总统如果不肯的话，拦在前面，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那当年的影片给大家看一遍，2分多钟。所以赖清德那时候是以平民的身份去美国吗？不是哦，待会我会来独家揭秘
当时赖清德遭遇了什么阻挠，最后还是真的成型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是民视的新闻台的一段影片，只有2分多钟。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影片哈。真的，我觉得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料哈，就历史当时就应该要把这些历史都写下来哈，然后记录下来，为历史做见证哈，这个是最好的见证。总统赖清德走进了美国华府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更走进白宫国安会和美国官员来会谈，也成为台湾历来或是断交以来最高层级。而且早餐会上，赖清德是被安排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刚出席完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的赖清德走出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薪水就超级好，有看到很多你们这样子的影片。对媒体提问，赖清德笑而不答。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是60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都共襄盛举。这回赖清德准副总统的身份被视为台美关系突破，美方更把赖清德的桌位安排在会场最前排，和川普的同党盟友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同桌，隔壁桌就是国务卿蓬佩奥，受重视程度不在话下。而这回牵线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也大爆邀请内幕。我们原来邀请的一位贵宾呢，是有前行政院长，现在变成了副总统当选人了啊。说这个你们商量商量，不到24小时内，那个早餐祈祷会的所有的领导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小组的，都是一起碰头开会。对啊，都说没问题，我们欢迎相关的这边的政府们也都有沟通啊。那么各方呢还是都开了绿灯啊，没有用一个人也没有用任何的理由反对啊。我可以很肯定的讲啊，就是包括白宫，包括国务院。傅希秋透露，受到赖清德关注宗教自由、西藏议题的态度感动，才决定邀请刚卸任行政院长的他，意外促成准副总统参加早餐会。不止早餐会，6日下午赖清德到白宫国安会会谈约70分钟，成为台美断交以来拜会国安会的最高层级纪录。至于会谈对象，有媒体披露是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还透露赖清德之后还拜访众议院议长斐洛西，还有共和党参议员柯宁等人。但事后赖办发声明表示，报道内容并非属实，再次强调这次是个人身份出访，和政府任务无关，没有透露拜访的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将在520宣誓就职的赖清德，这回赴美行，在台美关系写下全新的一页。民新闻综合报道。好，我们回到现场哈，那给大家看这段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要注意几个点哈，怎么看，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啊？那其实，我们先讲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他说，因为他是用什么身份去美国访问，这非常关键，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媒体这样报道之后，还特别去追加了一段说，赖清德办公室否认说这是一个官方的拜会。赖清德办公室说这是一个个人身份的访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好，我们就来讲一段过程好了。当时呢，你看当时就是看傅希秋牧师，他是对华援助这个基金会哈，他是负责人，他援助了非常多，从中国救援了非常多异议人士到美国去。好，他这样的一个工作跟身份呢，他除了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工作，在救援这些难民之外呢，他其实跟白宫的关系，他还兼任，他是牧师嘛，所以他跟白宫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也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跟整个华府所有人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直接叫住他的英文名字哈，巴父爸哈，就直接叫他爸。他认识非常多的议员，尤其是德州的共和党的议员。那因为他就整个他的 headquarter 就在德州嘛哈，因此在赖清德刚卸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就是他还没有去参选副总统的时候呢，傅希修牧师就已经邀请他参加2020年的祈祷早餐会。所以这些名单都是事先拟好的，很清楚谁坐在什么位置，那他同桌的人是谁，这都有非常非常多细腻的安排。然后在祈祷早餐会之前，我们选举已经有结果出来了，他变成是一个副总统的当选人。那这个时候就有2个主要的问题，到底赖清德当选人、副总统当选人还要不要去参加美国的祈祷早餐会？那傅牧师讲得很清楚啦，我第一时间就告诉所有的祈祷早餐会的成员，那这些成员他们就全部的人一起聚集开会，不到24小时，说非常的欢迎。所以美方你要看当时的这个标题啊，标题下得非常精准啊，他说美方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然后呢，那台湾有没有反对的声音？他意思是告诉你，台湾有反对的声音，这不是很奇怪吗？好，我们就讲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是谁。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是吴钊燮。好，那赖清德副总统当时呢是当选人，所以他确实是一介平民，他没有任何的官职在身上。所以赴美参加祈祷早餐会，当时赖清德亲口说，他愿意用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上网做一个数位的签证就可以了，对不对？台湾人要去美国就是上网缴了一点点美金就可以数位签证了，这不用再去跑那个 AIT， 以前要跑 AIT 还要相片麻烦嘛哈，现在只要直接上网。而且有时候啊，你要出国之前突然到了机场说啊，我忘了我的这个美签过期了，因为它1年1签嘛，你在机场当场打电脑或者打手机摸一摸就通知就来了，然后签证就下来了，非常的方便。所以赖清德自己说，他说我可以接受，我用这个简易的签证就可以了。然后呢，蔡英文就说这样子啊，你是个副总统啦，那你在外面开会也不是办法，所以呢，我们就在小英基金会，我借小英基金会让你开会好了。这意思是什么？所以相关的人后来就我所知，就到了小英基金会去开会。那吴钊燮也来了，吴钊燮从头到尾坚持说啊，他就是副总统，所以呢，这个签证必须要是外交签证。那外交签证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手续，然后要经过美国的国务院，然后如何，那个口气颇有，就是说你现在呢来办这个手续是来不及的，故意刁难哦，是台湾的部分故意刁难哦。那吴钊燮、蔡英文故意刁难，用这种签证的方式故意刁难，这是第一次吗？不是哦，他不只刁难自己人，他还刁难别人。刁难的手法，用这种手法刁难谁呢？刁难达赖喇嘛。我说过了，好，就是在2019年那一年，我们好不容易邀请了达赖喇嘛要来台湾，然后西藏驻台湾的这个基金会啊，董事长叫达瓦才仁，后来非常的气愤，他就接受媒体的专访。那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啦，也都有专访他。到今天为止，大家都可以上网直接找到这一篇专访。讲什么呢？讲说啊，达赖喇嘛到各国去访问，从来没有办过签证，他就是元首，所以就是用元首的特殊签证的礼遇，然后是特殊通关。结果你今天中华民国台湾要求达赖喇嘛，那达赖喇嘛也不是第一次来台湾啊，以前在国民党时期也有来过台湾啊，在李登辉时期，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在陈水扁时期都来过啊。那你今天要求他办签证，那跟过去几次都不一样啊。后来呢，用签证刁难之后，还说啊，现在不太方便，
然后你们是不是可以说你们自己不太方便来？然后说我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啊，你方便我就方便啊。这个是达赖马亲口说的哦。结果台湾单面放出消息说达赖马身体不好，所以不方便远行。就达瓦才人这4个人苏不可忍，他当然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尊者身体不好？这是最大的不敬跟诅咒吧。所以他当时就接受了自由的电台采访，然后这个尊者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台湾不方便，我们就不要来叨扰啦。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身体很健康。”同样的方式又来对付赖清德一次。那后来呢？后来就是刚才在访谈里面呢，傅基佑牧师怎么说？24小时之内我们就通通都没有问题啦，美方没有任何一个不同意的声音。然后庞佩奥怎么做？庞佩奥就指示 AIT 马上发给特殊的外交签证。所以赖清德是用平民的身份去美国吗？不是，他是用官方的身份去美国的。过海关的时候也是特殊礼遇。那为什么能够进白宫，然后见到了当时的欧布莱恩啊，还有国民啊，国安的最高单位？那个是因为他是平民吗？那我们也是平民啊。那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大家都是平民吗？我们也可以进白宫，跟国家安全会议的最大的头跟副座，可以跟他们开会吗？开会70分钟谈什么？不是嘛？那当时呢，甚至赖清德在整个华府的行程被安排说，只要见了谁之后呢，就不要再爬照了，就送赖清德回旅馆，就是打算把那几天就在旅馆里面把他过掉就对了。那可是人家已经安排了非常多的各个议员呢，那希望跟他见面啊，听听台湾的故事啊，为什么台湾可以挺住？所有人都认为台海是火药库啊，乌克兰战争那时候还没有开始，那为什么你们不害怕？台湾为什么还是马照跑，舞照跳？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包括一些基金会邀请他去演讲啊，那吴钊燮当时都说，那怎么会来得及呢？来不及嘛，人家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让他们非常的震惊啊。吴钊燮自己在当外交部长的过程，除了阻挠过达赖喇嘛，他有去过华府吗？他没进去过自己不进去，怕中共不开心，然后也不准别人进去，这就是整个故事。然后今天还有人跟着这个故事走，那看看刚才民视的报道，而且我们的驻美代表很有趣，我们前不久不是还分享了一篇很奇怪的文章吗？而且是进传媒，说当时当时安排赖清德去华府，然后见了拜会这些议员啊，然后见了卢比欧的当时的我们的驻美代表，关他什么事？卢比欧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讲了德州的那时候的那个参议员，好，那个参议员还是共和党的党鞭。我们的驻美代表一进去的时候，还跟他换名片，换名片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没人认识他。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外交部啊。我是觉得台湾外交部如果不突破的话，那干脆裁撤好了。那很不幸，我们现在国安单位的这个国安会的头是谁？国安会头还是吴钊燮。过去没有建树，不但没有建树，还扯后腿，这个才是真相。我敢讲，你敢否认？实情就是如此。我们永远讲真话，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真话，你即使当天否认，事后都会证明是真的。我只讲真话，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所以很多事情你把它凑起来，为什么媒体这样报道？为什么夫妻幽默是这样讲？大家都保留，有些话我没有讲到完。美国这边没有反对的声音，
所以当年为什么他可以坐在第一桌？然后我说过了，他是跟那个哪一个议员坐在一起？他跟那个 Graham 议员坐在一起。他是共和党，是川普的什么？川普的妈吉。还有人说没有啦，好，这个 Graham 是那个什么？是葛莱姆议员，是 Reno 他是深层政府的议员，他是 Reno。我说人家就跟川普不错啊，那这个也是媒体的报道啊。你当年2020年的时候，连民事都说那个是川普的妈吉啊，那现在变成不是妈吉了。而且他不但坐在第一排，隔壁桌就是蓬佩奥嘛。所以蓬佩奥为什么会好几次来台湾访问？虽然不是在他任内，然后这个这么的频繁的往来，就是因为当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嘛。卢比欧这为什么这么挺台湾？因为当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嘛。然后你现在全部都要否认，然后说如果我们自己要求说要去美国的话，会被打脸。就算被打脸会怎么样吗？被打脸会死吗？那中共天天被打脸，人家也活得好好的。你不可以被打一次哦，而且你怎么知道会被打？当时既然可以安排你进白宫，在祈祷早餐会上面演讲，这么多议员坐在下面听，你也拜会了共和党的党鞭啊，然后 Rubio 现在已经变成是国务卿了，那前后的国务卿你都认得啊，那川普也已经喊话了要你去啊，为什么不去？因为台湾还是有人挡嘛。这些还盘踞在外交部的管国安的，他们天天讲的就是上个世纪的那一套。拜托，现在都已经用 AI 在 audit 政府的支出跟预算了，已经进到那一个世纪了。翻开了那一页 ，turn the page， 已经回不去了。好，你还活在上个世纪，已经可以跟中国一起做股了。别这样，大家应该要突破。学学米雷，虽然那个米雷那种阿根廷的那种拉丁裔的那种热情哦，跟台湾人真的是不太一样，但我们学着点嘛，我们也可以蛮奔放的啊，干嘛每一天都很颠呢？对不对？你要奔放一下，把偶包丢一丢哈，就算被打脸，也不是人家打你的脸啊，你为了国家未来年轻人的未来，你当然要往外冲嘛，你要冲出去，然后突破这个困境啊。然后川普才在跟石破茂谈台湾海峡，谈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参与，别人都在谈你，你没有任何发言的角色。他就算人家不邀请你去，你也可以请国际媒体来采访你啊。你对这件事情都不讲话，那是岂有此理？所以通通有问题嘛，那个整个都要换掉，这哪里有错呢？那个都要换啊，你那个有问题呀、你的国安的现在国安会的头有问题啊，你的国防部长有问题啊，你的外交部长有问题啊，通通有问题。那盘点起来，全部是蔡英文时候的人嘛，都是蔡英文的人啊，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他刚卸任8年来，民进党被他控制，政府被他控制，所有人都是他的人，这可以理解吧？那你告诉我说，因为那个赖清德现在是总统，所以这些人现在都跟蔡英文没有关系了。蔡英文已经卸任了，你相信？你用膝盖想就不是嘛？何况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到现在还恋恋不忘这些权势，就算他想要放掉他自己的刑事案件，都逼迫着他必须要抓住这个权利不放嘛。这个就是真相。好，那大家不接受真相也没办法。我看到哈，其实就是这是谁呀、陈俊涵哈，陈俊涵就是一直主张台湾要独立啊哈。那他今天呢，就跑到民进党的党中央前面，下午1点钟嘛，开了一个行动剧。我看也没什么媒体报道了哈。那我就看，因为有人传给我，就上去跟他鼓励了一下哈。我的留言是这样子了哈，加油！2020年吴钊燮当时坚持赖清德是副总统的身份，不可以用一般的平民身份进入美国，所以呢，时任国务卿的庞佩奥指示 AIT 马上发给赖呢礼遇的签证，所以呢，
在美国哈，那时候的驻美代表一直宣称说赖清德是副总统哦，所以跟这一些议员的拜会的活动都不可以等人，我们不可以等他，必须要他们在办公室等我们。你都这样坚持，那故意捣蛋嘛？你要破坏他跟这些议员的这些互访的这些拜会的活动嘛？不是吗？你坚持他是副总统啊，不管我们的外交部还是我们的驻美单位我们的媒体也这样报道结果赖清德自己说，赖办自己说没有，我是用私人身份。你的签证是私人身份吗？把签证拿出来看一看，护照上面的签证看一下，还是数位签证把那个当时的签证的那个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是用私人身份去的吗？不是嘛，他不是平民身份去访美。然后我们现在去臆测说，只要他赖清德现在是总统的身份了，他要访美就会被拒绝。我们只能说讲这种话的人不清楚实情，而且固步自封。拜托，请用常识来理解事情，请用常识来治国。这个就是现在川普在呼吁的嘛，一切都不能这个偏离常识，不是吗？结果呢，我看到有人回答就是等到赖清德正式受邀的时候再说吧。就是我们人在家中坐，然后就有邀请函就来了。你在家里坐着就等着就可以有糖吃吗？是开玩笑吗？那也不用学政治啦。我们学政治就是坐在那边等吗？那外交部也可以裁撤啦，应该要关门嘛。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等着美国来邀请你。美国那么闲吗？川普每一天那么闲吗？他主动来邀请你，叫你来。你要突破嘛，他都已经丢球给你，就是说那我去嘛，不然你要我派代表吗？你不是说不要跟代理人谈吗？我要跟你谈这个，你要先准备好你要谈什么。第一个，川普跟你说要谈晶片的问题，要谈贸易逆差的问题，这当然跑不掉要谈的嘛。然后你应该要主动帮他分忧嘛。他现在最大的这个压力是什么？整个国家搞到要破产啦！我现在在斗局所以我帮你斗局。你的军费的支出太庞大了，我们理解。所以你在冲绳的这个军事基地，还有你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我们可以帮忙做什么？我们来帮忙。那你现在有很多的核武你这么多库存又不能拿来用，我帮你解忧，跟日本一样，我们来谈核武共享。然后我们帮你促成，就是说逼迫俄罗斯跟中共上谈判桌，限武谈判，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给你献计，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么做，那么做，有太多事情可以谈了。你的军事的晶片，我们帮你生产。那你说不行台积电又不是你开的，你可以在他那边架一个生产线或者我们协调架一个生产线国家来付钱我们也不是没预算今天的新闻，在去年我们整个预算，我们整个税收超增了5000多亿台币，快要就是超过半兆了，超增了5000多亿台币。现在还有人在炒预算的问题吗？预算除了补贴台电的那1000亿之外，真正砍掉的只有1000亿。可是你超增的是5000多亿，所以你事实上还多了4000多亿可以花，可以这样花那样花，怎么会钱不够？那哭天抢地的，好像砍了预算之后，政府就要关门啦。我那时候说，我还客气呢，我说等3个月看政府会不会关门。你今天这样哭天抢地，眼很大，就会破功了嘛。但是确实有一些预算，你这样砍是会出问题的，不是数字的大小的问题，而是比如说刑事的勘验法院的问题检察官的问题刑事勘验旅勘那个部分确实会有问题，因为那个是水电费的其中一环，我说过了所以这个部分那个司法院
还有法务部、行政院好的法务部，应该要好好去跟立委谈，甚至要动用一些特别预算，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一定要解决的啦。那其他根本就是毛毛雨，你整天在吵那个有意思吗？然后你要团结大家啊。当然各院啊，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对抗的角色。什么叫对抗？我要各司其职啊。三权分立的意思是说，我们三权团结在一起，变成我们是一家人呐、我们不要吵架。不是啊，三权分立是因为老百姓把权力交到三个权力交到他们手上，是要他们互相监督啊，不是要他们坐地分赃啊。开什么玩笑？为什么要几个政党？为什么要把这个票要把它分散？就是要他们互相监督啊。为什么要政党轮替？今天如果没有政党轮替，美国可以斗局吗？不行嘛。所以不要一直在那边讲罢免什么，我觉得那超无聊的。不管你们怎么攻击我，还是觉得那超无聊的，而且罢免下去，结果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然后不要说那是民间团体发动的啦，拜托，民间团体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第一阶段很容易过，第二阶段到真正罢免的时候，如果不是政党发动的话，绝对做不了的。那互相罢来罢去，在那边浪费资源、浪费时间。你真的要做的事情是赶快集结力量，然后去跟川普谈判，那个才是真的重中之重啊，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在谈这些太无聊了。那我们觉得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赖清德没有办法冲出去，没有办法在蔡英文的阴影下冲出去？全民给你当靠山呢、应该要冲出来啊。那包围你的这个势力这么的庞大，我们都可以理解，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忍耐啊。包括我们才参加那个制宪证明的这个研讨会，对不对？我就跟这些前辈讲，这些前辈也说啊，我们都还在忍耐啊。他已经7、8个月了，为什么一事无成啊？都说不出来你到底做了什么？我说是啊，我们也很纳闷啊。啊，在跟美国川普政府沟通的那条线一直都存在啊，循同样的线一样可以去华府啊，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无声无息？这个是问题之所在啊。好，那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多说哈，那个自己知道就好了哈，心里有数就好了。没有人在唱双簧嘛哈，应该是确实有一股力量在打，而且这股力量呢不是来自蓝白，因为外交啦、两岸啦是总统的权利嘛，依照宪法，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而且他甚至不需要被立法院监督哈，行政的部分才是。好，然后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谢谢这个千鸟斗内哈，还有那个宋慧吉，谢谢，感谢老顽童钟启兄斗内，好，也感谢你分享这个读书心得哈，好，谢谢大家，好，那声音的测试哈，其实每一次我们之前都有测试，那每一次大概是我们插了耳机之后，它就设定又跳走了，所以明天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好，好，有人讲小型核能哈，目前看不出来，小型核能 Microsoft 有在讲啊，那为什么没有做出来呢？为什么还想去买车诺比？然后台湾也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说过好几次了哈，总统府内部的那个什么排碳，好排碳的那个什么绿能的什么地球暖化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把它撤掉，因为这个跟川普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你把它放在总统府是什么意思？你反而应该要放一个海峡中线是公海啊，推动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在总统府里面才有意思啊，而且就热热闹闹的啊，
到全世界各地去办研讨会，国际研讨会。第一次在台湾举办，台湾海峡嘛，我们是主办方啊。第二次到美国，第三次可能到欧洲，哪一个国家都好啊，英国也不错啊。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或者荷兰，对不对？曾经占领台湾的荷兰呢，这太有趣了。尤其其实现在就是400年刚过嘛，2024年400年刚过，好好的谈台湾海峡，那会有很有趣的议题发出来的哈。那也可以去澎湖啊，我说过了哈，可以去澎湖啊，那个非常有历史感，而且到了现场哈，会特别有感受，那个谈起来的东西会非常的精彩。而且台湾呢，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哈，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就是懂这个公约的人不多。这个台湾大概我想数来数去懂的哈，外交部应该已经没有人读这个东西了，也没有人是以这个为专修毕业的。真正懂这个应该是 WTO 的第一任大使严庆章大使，他懂这个海洋法，所以有关于台湾海峡中线是公海，我觉得应该要邀请严庆章大使做一篇那个专题的报告。一旦这个第一次的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可以来做第一次的报告，尤其他的英文非常的好啊，那个是非常古典的英文啊，中英文都非常的好，他的毛笔字也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应该由他来做专题的报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国际的共鸣。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然后我们还是再继续调整哈，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进棚内了，可能接着要进棚啊，那就不会每一次都是直播。直播确实会有一些技术的障碍，因为串流哈的稳定性的问题，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节目都不做直播的原因在这里哈，因为串流确实有稳定性的问题。那录播呢，确实是比较容易控制它的品质，包括音讯啊，好分享的内容啊。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喜欢做直播哈，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整篇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影片也可以直接马上分享哈。这个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这几次的音讯每一次都会跳掉哈。这个我们还会再继续抓到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好，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实在的哈，就是事实上中美的关系真正的干扰不在美国，中美的关系真正的干扰，好，我讲的是中华民国了哈，中华民国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真正的干扰是在台湾内部，而在台湾内部呢，不是蓝白哈，不要把这件事情赖给蓝白，真正的干扰是绿营本身。尤其现在对伊隆马斯克还有川普的攻击啊，还有很大的声音来自绿营的内部，还有他的外围组织。我最近还看到一些他们包括外交部在传的内容，在传什么呢？在攻击伊隆马斯克，他的 X 平台上面都是一些假讯息，然后说什么斗举，好，说什么他们反好这个 DEI 啊，好跟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还在攻击他们。还在说他们是假讯息啊！他说：“难道我们不看主流媒体，不看 CNN 跟不看纽约时报？难道我们要看 S 平台吗？”真的是这样啊！你 CNN 跟纽约时报还有人在看啊！原来民进党内部的人还在看这些东西哦。你当然要看 S 平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媒体，自媒体的时代真的来临了。那如果以你们还活在上个世纪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你们要把整个政府斗局化，那还不知道我们要等到牛年马月。你们是利益的既得者，你们当然不愿意放手，连救安基金都不能够解决了，何况要你整个政府都要斗局，对不对？好，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